Step 1, wake up early, gonna rise with the sun. Step 2, get some good, some food in you. Step 3, think real hard about what you wanna be. Step 4, everybody just do your thing. Wake up, today's gonna be a good d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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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et your affirmations, aspirations. 大家好，我是魏。今天突然心血来潮，想说或许我可以分享这个主题。主要的原因就是我最近刚从日本回来，离开卡达航空之后回来台湾的1个月后的第一个轻旅行。我这次的旅行中，我在搭飞机的时候，我就想说，或许这是一个分享的好题材，跟大家来仔细的说明一下，说空服员这个职业到底都在冲啥咪鬼？空姐真的就是高级的服务生吗？在飞机上 coffee tea 这样子，所以是空服员只要发个餐点，然后就可以赚这些钱吗？今天就要来好好的跟大家探索一下空服员所有的工作，再来仔细评估说我们拿的这份薪水是不是与我们的工作量成正比。如果说你今天是偶然间点到这部影片的话，我会建议你说先去看一下我记录我在长荣航空搭乘的时候的经验，就大概记录一下他们空服员的服务流程。先去看过那一部小小的观察影片之后呢，再回来这一部影片看的话，你会更了解说空服员工作的流程以及顺序，你会比较有一个 clear picture。 看过的朋友就继续看下去，没有看过的我会建议你先去看那一部影片，再回来这一部影片观看。我想要先声明的就是，因为我没有在长荣航空当过空服员，我也没有在任何的台湾的航空公司当过空服员，我唯一的经历目前就只有卡达航空3年的经验。等一下我分享的经验呢，都主要是会以卡达航空空服员必须做的事情以及流程来做一个分享，跟长荣航空会有不一样的地方。再来我想要跟大家讲，就是这一次我从台湾到日本搭乘长荣的时候，就是搭乘经济舱。我等一下分享的也会是卡达航空经济舱的一些组员必须做的事情跟服务的流程。现在我拍这部影片的时候，卡达航空它已经换了老板了， GCEO 已经变另外一个人了，所以说在服务的流程上会不会有所变动呢？我不太敢跟大家做保证。但是呢，我分享的是从2023年11月以前所有卡达航空组员、经济舱组员必须做的事情，就接下去看吧。就先从飞机的型号开始说起。空服员他一整个航班的最开始，他就是必须先知道他今天要飞的飞机的机型是什么。我这一次搭乘长荣航空的机型，它是小飞机空巴的321。那321的机型呢，在卡达航空基本上它是没有萤幕的，等于说乘客他无法观看影片。长荣航空它的321里面，它还是有小萤幕，是可以让乘客仰头起来看播放的影片。但是在卡达航空呢，我飞过的321机型它是没有萤幕的，所以呢，在没有萤幕的飞机里面，空服员是必须做 safety demonstration。 乘客最喜欢的应该就是看真人在前面操作吧。以一个航班来讲，空服员必要知道的一个东西就是他那个航班的飞机机型是什么。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每一家航空公司的主要的 basic fleet，就是基本的他们最多的飞机的机型，每一个航空公司都不太一样。像卡达航空它的 basic fleet 就很多，但相比其他的航空公司，它的 basic fleet 可能就只有1-2种而已。但卡达航空呢，就有大概3种吧。除了 basic fleet 以外，最基本的机种以外呢，你还会再额外被多训练1到2种的不同机型。所以说常常在空服员的脑子里面
就算是老鸟也一样，很长，你会搞混。尽责的空服员在执行一个航班前，最先要做的就是先做 review 你今天这个航班，它这个飞机的机型有哪一些操作的模式，跟你要注意的一些东西。接下去我想要分享的所有东西，把它划分成14个小部分。所以现在要谈的就是第一个部分，复习跟做准备。如果说明天我要飞日本，那我就会先知道说明天我飞日本的时候，公司用的机型会是什么，我的乘客的数量会是多少，已经是满舱了呢，还是明天的乘客比较少这样子。拿到机型之后呢，我会先去挖之前的受训笔记出来做复习。空巴跟波音它制造出来的飞机有一些特别的地方都不太一样，像是 Captain 他们的驾驶舱里面的设计，其实空巴跟波音也都不一样。那当然对空服员工作的 cabin 来讲，也有很多小小的不一样的地方。这些就都是空服员在拿到班表，准备要去迎接下一个航班之前，必须做复习的一个部分。自己做完笔记之后呢，就是准备要迎接隔一天的 briefing， 那也就是第二个部分，开会。第二个部分呢，开会就是在航空业我们不会讲 meeting， 航空的用词里面呢，我们的那个开会主要会议我们会叫做 briefing， B-R-I-E-F-I-N-G briefing， 因为这个 briefing 就是有点像是座舱长、副座舱长或者是 captain， 他们要 brief 组员一些事情跟注意事项，这个航班要注意什么，然后今天的乘客里面有没有比较情况特殊的乘客，所以呢，我们把这个会议呢就叫做 briefing。briefing 的时间会是什么时候开始进行的？在航空业里面 briefing 一定是班机要起飞前才做 briefing 嘛，不可能前一天晚上就叫组员要先做 briefing。通常它会分成大飞机跟小飞机的 briefing。在卡达航空里面，它有限制说，如果你今天执勤是380的话，那你 briefing 的时间就必须是，好像我记得是在起飞前的好像1个半小时要做 briefing， 我有点忘记了。但如果你今天飞的机型是小飞机或者是中型飞机的话，那你的 briefing 的时间就会延后一点点再做 briefing， 也不用那么早到组员的集合中心去做 briefing。 你要去做 briefing 的时间会因为你的飞机的大小跟机种的不同而有所变异这样子。组员在做 briefing 的同时，其实乘客很多都已经慢慢的在就是去 check in， 然后在 lounge 里面等一下要搭飞机了。这个时候组员们其实他们就是在一个小房间里面做 briefing。卡达航空它的 briefing 主要是由座舱长跟副座舱长主持的，所以在一个房间里面，所有的 cabin crew 进到小房间的时候呢，你会发现很长你的 CS&CSDs 他们已经坐在里面准备要开会了。开会的时候呢， CS&CSD 以下就简称 CS&CSD， 我就不讲座舱长跟副座舱长了。在卡达航空的用词呢，我们是讲 CS&CSD。那 CS&CSD 他就开始问问题，有点像是抽考，确保大家在执勤之前，大家都已经熟悉你今天要飞的机型是什么。对一个组员来讲，就是要上战场前一定要做好复习的功课。在高空中，那一些 cabin crew， 那一些 CS&CSD， 那一些 captains， 他们就是能帮助你的人。所以说组员一定要了解说今天这一架飞机有哪一些东西在哪里，跟 emergency exits 在哪里这样子。所以说在卡达航空 CS&CSD 进入到正式的会议之前呢，他会先抽考大家关于这一趟航班的所有资讯。在卡达航空的一个规则就是说，你被问到第一个问题的时候，如果你答不出来没关系， CSD 会再额外给你第二个问题让你再回答。如果你第二个问题还是不会的话，那这个时候你可能就会被 offload， 就是不能执勤了，因为代表你没有好好的做功课。通常大家基本上被问一个问题的时候，大家就都会答得出来。事前的作业非常的重要。卡达航空呢，它除了会考你飞机的机型的一些问题外呢，有些人他也会被问到就是 medical case 的一些问题，就是可能今天如果说有一个客人发生了什么的医疗事件，你会怎么去做处理。那有一部分的人就会被问到跟医疗有关的问题，有一部分的人就是被问跟飞机机型有关的问题。
当大家都被抽考一轮之后 safe 之后，CSD 他们才会正式进入会议。他们会先假设今天飞的机型是什么，然后再就是今天的乘客数量，前舱有多少。前舱我们通常指的就是可能是 first class、business class 叫前舱，后面经济舱的人数有多少。讲完之后呢，会再讲说小朋友有几个，婴儿有几个。因为小朋友跟婴儿其实在一趟航班里面算是一个蛮重要的角色，因为有 baby 的话呢就是要特别的小心，那有小朋友的话呢就是要切记要去发玩具这样子。除了小朋友跟 baby 以外呢，还会讲说今天的 medical case 的人有多少。那这一些特别的人士也会由就是 CSD 跟组员做一个交接。除了这些以外呢，也会讲说航班上有没有 wheelchair customer， 有坐轮椅的人需要可能组员去搀扶的一个协助这样子。所有的乘客一些特别的事项交代给组员之后呢，接下来要进行的就是讨论我们的服务流程。CSD 他们就会确保每一个组员都了解我们今天要服务的餐点跟服务的流程是什么，所有的事情都跟组员 double check confirm 过之后，接下来就是准备要上飞机了。踏上飞机的那一刻，分秒必争，过了半个小时或者是有时候不到半个小时，乘客就会准备登机了。卡达航空的组员手脚一定要很快，因为我们要做以下超多的事情。第一个要做的事情就是跟 Flight Deck 他们做一个 joint briefing。有些航空公司他们可能在办公室里面的时候 Captain 还有 First Officer 他们就会进来 briefing room 里面，就是跟大家交代一些事情。可是卡达很长， Flight Deck 会到了飞机里面的时候才跟组员见面。我们一踏上飞机的时候，我们就必须先在驾驶舱的后面，就是在商务舱里面跟 Flight Deck 做一个 joint briefing。briefing 的时候呢 Captains 他们就会问副舱长说今天的乘客量是多少啊，有没有什么要注意的地方。所以呢这个时候就是有点像是 cabin crew 跟 flight deck 之间的小 briefing。 Captain 呢也会告诉组员说我们今天的飞行的时间，我们的 flying hours 会是多长，这个航班要飞多久，确切正确的时间会飞多久，我们今天飞的高度会是多高，因为这跟组员到时候要做急救的时候其实有相关。起飞的时候的天气跟我们到达目的地的天气会是如何，这些东西呢 Captains 他们都会就是先告诉组员，让组员知道。之后就是所有的组员要开始手刀做的事情呢。上飞机之后是只有组员在飞机上面，会有各个 departments 的人，可能那些清洁队的人员他们会在清理机舱。Catering 我们讲的是那个伙食要放飞机餐的那个部门，他们会在放飞机餐。所以一上飞机之后，你会跟好多个人挤在一起，要挤来挤去的。看大家挤来挤去的同时，你又有好多事情要做，所以这就是为什么组员有时候要很有耐心，这也是其中一个原因。组员开完 joint briefing 后，第一个要做的就是 safety check 还有 security search。safety check 的目的主要就是要确保说那一些紧急医疗设备跟急救设备是可以用的，然后有效期限还是在规定的范围里面。不然如果飞上高峰之后，你发现一个东西紧急设备不能用的话， you never know， 就是会很惨吧。就是有点像是你在高峰中没有人救你，所以你必须先确保说这些急救设备都是可以使用的，这个就是 safety check 的用意。再来就是 security search， 那一些清洁人员以及就是 catering 那些人离开之后，等于说飞机上只有 cabin crew 的时候呢，才会开始做 security search。这个就是要确保说没有有心人士刻意留一些可能会造成危害的物品在飞机上面，组员就必须开始摸遍所有的椅子，你看有没有违禁品在飞机上面。乘客登机以前 safety check 还有 security search 就是最重要的东西，也是组员不管时间有多赶都必须确保做准确做好的两个项目。做完这个之后呢，就是开始摆设一些服务的用品。这边我必须再小小的分支成两个部分，就是
专门处理 cabin 的 cabin crew 跟专门在厨房处理事情的 cabin crew。其实你在 briefing room 的时候，在开会的时候 PSCSD 它才会分发你的 position 给你，所以在那之前你完全不知道说我今天这个航班我到底我的职位是什么。等到 briefing 完之后呢，你就知道说我今天要坐的座位在哪里，我今天负责的区域在哪里。所以呢，组员有一些会被分配到去厨房，等于说也就是在厨房处理所有的事情。有些组员他就是被分配你今天的职务就是在机舱里面做服务。如果你今天是在机舱做服务的人，你就开始必须在你所安排的那一个 zone 区域去摆放服务的东西，像是 amenity 牙刷、袜子啊那一些，还有耳机、耳塞这样子，你就要开始去做摆放，以及看清洁人员有没有摆放好枕头跟 blanket， 确保说每一个位置都有那一些东西。如果今天是被安排在厨房，这个时候你就是要清点餐点的数量，如果不正确的话，你必须立即的跟 catering 这个部门做反应，在起飞之前还可以把缺少的食物就是补足这样子，因为一起飞之后没有人可以救你了。那这些事情呢，都是必须在乘客登机前做好。之后呢，地勤那边他们就会告知 CSNCSD 说我们要放乘客登机咯，我们就会站在岗位上面准备迎接乘客登机，然后开始做 boarding。组员在 boarding 时必须做的事情其实也是很重要的，是叫做 passenger profiling， 观察乘客的 profiles。在 boarding 的时候呢，优先登机的乘客就有分好多个种类。我先讲大家比较熟悉的，有 baby 的乘客，他们可以优先登机，坐轮椅的老人，以及就是有 medical case 的人是必须躺在病床上的，飞机里面也是可以安装 stretcher 的，所以这些人呢会先让他们比一般的乘客还要早登机。那他们登机完之后呢，才会开放一般的旅客，就是依照你的座位去做登机。Boarding 呢，它是第3个 part。第4个 part 呢，就是在 boarding 的时候 ，cabin crew 在做 passenger profiling。当乘客一个一个从登机门进来的时候呢，除了看登机证以外呢，其他的组员会做以下的事情哦。我还在经济舱工作的时候呢，当我看着乘客一个一个走进来的时候，我们是必须观察这个乘客的。第一个，他有没有看起来病恹恹的，因为有些乘客他们可能是突然间很不舒服这样的事，或者是这个乘客是不是好像喝醉了，或者是有比较一些特别的行为举止 which is not normal， 就要开始去审核。特别情况的时候就必须要立即的回报给 CSNCSD。 那这就是我们在一个 passenger profiling 的一个部分。除了 passenger profiling 这个部分，在卡达航空飞的时候，当你遇到印度人、阿拉伯人的时候，尤其是阿拉伯人，他们很习惯的就会直接说你帮我放上去，我都会帮乘客放上去。可是当我今天发现明明有那个能力足以自己放到 overhead bin 的时候，我们都会客气的请乘客一同帮忙。一个航班里面至少有100个乘客，每一个都帮忙搬的情况之下，会造成像是你的 back pain， 然后你的脊椎可能都会有所问题。这样放行李这件事情呢，我的座位上面明明应该是我放我行李的部分啊，可是它已经塞爆塞满了，这样对我来说不公平吧？每一个乘客他都会有权利跟他的权益把他的东西放在他的头顶上的 overhead bin。 真的有时候如果说没有办法的话，空服员他们都会请你看到哪里有位置，所以可能请你就放到别的 overhead bin 去。当你不想要把个人的包包放到别的 overhead bin 的时候呢，其实组员有时候会建议您就是可以放在您前面椅座下的空位。在登机的时候，乘客已经把东西都放好了，然后还是在登机，可是突然有一个乘客来跟你讲我要换位置，因为我跟我家人被地勤安排在不同的位置，所以我要换位置。第5个 part， 空服员要 manage 乘客要换位置的这一个问题。So high, I'm hypnotized.
What's up is down, what's left